嘿，各位朋友，我是陆延成，欢迎来到会活智库，在这儿咱们一起把健康那些事儿弄得明明白白的。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半夜三更睡得正香呢，突然嗓子眼干的冒烟，像在沙漠里走了一天似的，非得迷迷糊糊爬起来找水喝，咕咚咕咚灌下去一大杯，才能勉强接着睡。甚至我听说过有些朋友，床头柜上永远得放个水杯，不摸着杯子都睡不着觉，成了个离不开的习惯。您可能觉得这有啥呀？不就是口渴喝水吗？谁还没个半夜渴醒的时候？但今天我得跟您掏心窝子说，这个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动作，背后藏着的门道可深了，搞不好是您身体里头重要的器官，比如肝啊肾啊，正拼了命的给您发信号，敲警钟呢，只是这信号太日常，被咱们给忽略了，说出来可能吓您一跳。有研究数据显示，超过97%的人都小看了晚上睡觉总觉得嘴巴干，这个身体信号根本没往心里去。大家总以为就是水喝少了，或者晚上吃的咸了，但实际上，它就像身体安的一个小小警报器，可能连着7种挺严重疾病的预警线路。今天在会活智库，咱就掰开了揉碎了，好好聊聊夜间口干这件小事，看看它到底能告诉我们些什么。首先咱得把心放宽一半，因为不是所有的口干舌燥都意味着大病临头，有很大一部分呢，是咱们说的生理性原因，也就是身体在正常情况下的反应，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、环境引起的，调整一下就能好。咱先说说这头一种情况，头一个原因，可能就是您待的环境太干了。您想想，要是咱们睡觉的卧室里，空气特别干燥，湿度计一量，连40%都不到，那您口腔里那层薄薄的黏膜，水分蒸发的速度能比平时快上1倍还不止。这就像啥呢？好比一块湿毛巾，您把它摊开在夏天大太阳底下晒，跟放在阴凉潮湿的屋里，那干的速度能一样吗？肯定是在干燥环境里干得快啊。咱们嘴里的黏膜就跟这湿毛巾似的，处在干燥空气里，水分嗖嗖的就被抽走了，您能不觉得干得发紧吗？所以啊，尤其是开空调或者暖气的季节，在屋里放个加湿器，把湿度维持在40-50%那个舒服的区间，对缓解这种单纯的环境干燥性口干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这第二个原因，就跟咱自个儿的行为习惯息息相关了，主要是吃和睡的姿势。先说吃的，您要是晚饭或者睡前吃了些口味特别重、特别咸的东西，比如咸菜、腊肉、酱货，或者宵夜来了份麻辣小龙虾配烧烤，这些食物里大量的盐分，也就是钠进入身体后，为了保持血液里盐浓度的平衡，身体就会感觉渴，需要调动更多水分来稀释它，整体水分被征用了，口腔局部的水分供应自然就减少了，您就会觉得口干舌燥，特别想喝水。再说睡的姿势，有的人习惯张着嘴睡觉，或者因为鼻子有点堵，不自觉就张开了。这一张不要紧，空气可不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，直接一股脑儿从嘴巴冲进呼吸道。这干燥的空气就像个小风筒，一路过就把口腔黏膜那点水分给带走了。一晚上下来，嗓子能不干得冒火吗？所以啊，调整饮食，睡前尽量清淡，再留意一下自己的呼吸方式。如果是鼻塞导致的，想想办法通通气，这些小改变往往就能解决大问题。还有一个咱们得特别理解的原因，就是上了年纪，家里要是有60岁往上的长辈，他们常常会念叨嘴巴干，这真不是矫情，而是身体自然衰老的一个表现。咱们身体里产生口水的唾液腺，就跟其他器官一样，会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功能减退，分泌的口水无论是量还是质，都可能不如年轻时候了。口水少了，口腔润滑度不够，干燥感就来了。这种情况，咱们小辈得多体谅，给他们床头备上温水，提醒他们常喝一小口润润，更多的是需要一份耐心的关怀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如果您的口干，仔细对照一下，发现就是上面说的这几种情况，
房间太干，晚饭吃咸了，睡觉张着嘴，或者年纪大了，那咱们基本可以松口气，问题不大，对症去调整就行。但是，这个但是特别重要，麻烦就麻烦在，如果您排除了所有这些明显的环境、习惯和年龄因素，这半夜三更顽固的口干还是缠着您，那咱们可真得打起12分精神了，因为这很可能就不是身体在跟您闹别扭，而是某个系统真的在拉警报了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这7类可能相关的疾病，每一类都不是小事，咱们心里得有个数。您这口干到底可能是哪路问题的伪装者呢？咱一层一层来揭开。这第一类需要警惕的，就是代谢出问题的疾病。这里头最典型，大家也最常听说的就是糖尿病，还有一个可能比较陌生，叫尿崩症。咱先说糖尿病，为啥血糖高会口干？您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糖水调节系统，当血糖值太高了，比如空腹测超过 7.0 毫摩尔每升，或者吃完饭2小时测超过 11.1 毫摩尔每升，这系统就报警了。肾脏作为忠实的清洁工，一看血液里糖多到异常，就会拼命工作，想把多余的糖通过尿液排出去。可这排糖的过程，就像用糖水冲地，必须带着大量的水一起走才行。结果就是，身体里的水分被大量带走，整体处于一种缺水状态，大脑收到信号，就会不停发出渴、要喝水的指令。所以糖尿病人典型的3多1少离，喝得多、尿得多，往往是连在一起的，夜里也容易因为口干醒来。而尿崩症呢，问题出在管理水分的指令系统本身坏了。这类朋友肾脏留不住水，每天产生的尿液量惊人，能超过4升，都快顶上1大桶装水了，而且尿很稀，身体水分如此大量流失，口干那就是必然的，而且是非常剧烈的信号了。这第2大类跟咱们身体里的国防军免疫系统出了岔子有关。代表性的一种病叫干燥综合征，它特别偏爱中老年女性。您听这名字，干燥，顾名思义就是哪儿都干。它可不光是嘴巴干，眼睛也干得难受，有时候甚至吃饭都费劲，因为口水太少，食物难以下咽。这是为啥呢？简单说，就是免疫系统糊涂了，认不清敌我，错误地把咱们自己生产口水的唾液腺、生产泪水的泪腺当成了外来敌人进行攻击，这腺体被自己人打趴下了，功能受损，分泌的唾液和眼泪自然就急剧减少。所以，如果一位中老年女性长期觉得口干眼干，喝水也不怎么管用，甚至需要频繁使用人工泪液，那这个方向就值得去风湿免疫科排查一下。好，咱们来看第3类，内分泌系统乱了套。这里头甲状腺功能亢进，也就是甲亢，是个熟面孔。甲亢的朋友，身体里那个叫 FT4 的甲状腺激素指标会蹭蹭往上涨。这激素是管什么的呢？它是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器。激素一多，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速率就像踩足了油门的跑车，狂飙猛进，所有细胞都在高速运转，产生的热量多，消耗的水分和能量也飞速增加。您想啊，一台机器高速运转，散热和润滑需求是不是都大增？身体也一样，水分消耗快了，口腔唾液分泌也可能受影响，所以会总觉得口干、心慌、怕热。还有一种相对少见的，叫甲状旁腺功能亢进，它会引起血液里的钙离子浓度异常升高。高血钙本身就会影响神经和肌肉，让人感到烦渴、多尿，同时它还可能引起严重的骨骼问题，比如骨头痛，甚至容易骨折。这水分代谢的平衡也被打乱了，口干也是其表现之一。第4类，问题出在呼吸的通道上，比如有些人有慢性的鼻窦炎，严重的鼻中隔偏曲，或者是腺样体肥大，尤其是孩子，导致鼻子长期不通气，或者通气不畅，那怎么办？身体为了保障氧气供应，就会自动改用嘴巴来呼吸，可嘴巴天生不是干这个活的呀。鼻腔的设计非常精巧，里面有鼻毛过滤灰尘，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黏膜给吸入的空气加温、加湿。
空气从嘴巴直接进去，这些预处理步骤全省了。干燥、寒冷还可能带着点灰尘的空气，直接冲击咽喉和口腔黏膜，一晚上下来，不干才怪呢。这种口干，根源在鼻子，光喝水是治标不治本，得把鼻子的问题解决了才行。第5类，咱们要关注到身体伟大的污水处理厂——肾脏。像慢性肾衰竭的患者，肾脏功能慢慢减退了，它调节身体水分和电解质平衡的能力就会大大下降。一个常见的早期表现就是夜尿增多，晚上起来上好几次厕所，同时血液里像肌酐、尿素氮这些代表肾脏功能的指标会升高，身体的水分代谢乱了套，该排的排不出去，该流的留不住，就会出现一种非常顽固的口干，怎么喝水好像都缓解不了那种深层的干燥感，而且常常会伴随着乏力、面色不好、贫血等全身性症状。肾脏发出的信号，咱们可千万不能忽视。第6类，跟神经系统的指挥功能有关，比如有些脑卒中，也就是中风后的朋友，会留下后遗症，控制吞咽和唾液分泌的神经可能在除中过程中受损了。这时候，大脑给唾液腺开始分泌的指令传达不畅，口水分泌就减少了。更麻烦的是，它们的吞咽功能也常常协调不好，喝水吃饭容易呛着，医学上叫呛咳，有把水或食物误吸入肺部的风险，很危险。所以这类患者的口干，处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和专业，不能简单的鼓励多喝水，而需要在康复医生或治疗师的指导下，进行安全的饮水训练和口腔护理。最后这第7种情况，可能跟咱们正在吃的药有关。很多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，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，口干就是挺常见的一个。比如有一类叫抗胆碱能药物，可能在一些感冒药、缓解胃肠痉挛的药，或者部分精神科药物里，它的作用机制会顺便抑制唾液腺的分泌，让唾液腺偷懒甚至罢工。还有大家熟悉的利尿剂，俗称泻水丸，是高血压、心衰常用的药，它通过增加排尿来减轻身体负担，但排水的过程中也容易带走过多的电解质，造成水盐不平衡，从而引发口干。这里我必须特别强调，如果您怀疑口干是药物引起的，绝对不能自己随便就把药停了，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。您需要做的是下次复诊时，详细的把这个情况告诉您的主治医生，医生会综合评估，看看是否能调整剂量，或者更换另一种副作用小一点的同类药物。一切用药的调整，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。好了，分析了这么多可能的原因，从生理习惯到病理警报，咱们心里大概有个谱了。那如果真的遇到了夜间口干的问题，具体该怎么应对呢？别慌，会活智库给您梳理一个清晰的2步自救法，咱们一步步来。这第1步，就是从咱们能立刻动手改变的环境和习惯入手，我管它叫环境改造。首先，给您卧室配个湿度计，不贵，但很实用。把室内湿度主动维持在 40%到50% 这个舒适区间，这是给口腔黏膜创造一个湿润友好的外部环境。加湿器是个非常好的帮手，无论是超声波的还是蒸发式的，用起来，但切记，加湿器一定要定期、认真的清洗。水箱里长期存水，温暖潮湿，简直是细菌和霉菌生长的乐园。如果不清洗，您喷出来的就不是湿润的水雾，而是带着病菌的雾霾了，那反而损害健康，得不偿失。其次，审视自己的晚餐和睡前习惯，吃的是不是太咸太辣。睡前2小时尽量控制饮水，以免夜尿打断睡眠，但白天要喝足量，大约每公斤体重30到35毫升水。如果有张口呼吸的习惯，试试侧卧睡姿，或者用一些医用通气鼻贴辅助。如果是病理性的鼻塞，那还是得去看耳鼻喉科。如果第1步都做到了，口干还是没有明显改善，或者您本身就伴有其他不舒服，比如多饮多尿、眼睛干涩、体重莫名下降、乏力心慌等，那咱们就必须进入第2步，医学干预。这一步的核心是
找对原因，精准解决。因为不同疾病导致的口干，看的科室完全不同。怀疑糖尿病，去内分泌科查血糖、糖化血红蛋白；怀疑干燥综合征，去风湿免疫科；鼻子不通气的，去看耳鼻喉科；担心肾脏问题的，去肾内科查尿和肾功能；药物引起的，一定要找给您开药的那个科室医生咨询，千万别自己当医生瞎猜，也不要笼统的只看一个科。尤其是老年人，常常一生好几种慢性病，同时吃着好几种药，更要警惕多重用药可能带来的叠加副作用。定期带上所有药盒子去医院，让医生帮您做个用药的精简优化。最后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，一是孕妈妈们，怀孕期间如果出现顽固的口干，别总以为是孕期正常反应，要优先排查一种情况，妊娠期糖尿病。这个病对妈妈和宝宝的健康都有影响，务必重视产检时的血糖筛查。二是对于所有人，如果这个夜间口干的情况持续了2周以上还是老样子，或者口干的同时还伴随着发烧，体重在短时间内明显下降，乏力到影响日常生活这些警报信号，那就别犹豫了，也别在网上自己查来查去吓自己，尽快去一家正规的，最好是3甲医院，做一个系统的全身检查，查清楚了，没问题，咱就彻底放心，真有问题，也能早发现，早干预，争取最好的结果。所以啊，各位朋友，您看，这小小的夜间口干，真的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，它就像身体这座精密仪器上一个闪烁的小小指示灯，可能在提醒我们某个环节需要检修了。咱们对身体发出的信号多一份留心，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，千万别因为它常见，因为它小，就选择性的忽视了。希望今天陆延成在会活智库跟您聊的这些，能真正帮到您和您关心的家人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些话有道理，给您提了个醒，别忘了点赞，分享给更多您在乎的人，让科学的健康知识流动起来。咱们一起守护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根基。好了，关注会活智库，健康路上不迷路，咱们下期再见。